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男性的话题。那么说起男性啊，咱们都会想到两个字，叫做肾气啊。我们身边啊会有很多的这些男同志啊，他其实他的面相啊看起来就是很粗犷，骨架子啊也非常的大，而且身体当中啊体毛它也会比一般人啊要浓密得多。这个代表着什么呢？就代表着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荷尔蒙分泌的水平，以及他的睾酮激素分泌的水平会比普通人要高的很多。所以呢，他们一般啊骨架子大。这个腿又粗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粗犷。那么用中医的一句话来讲的话，叫什么？叫做肾气非常的充足。那么随着咱们的年纪的一个增长一般来说到了35岁以后我们的肾气就会进入到一个持续衰退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不论你的肾气是否充足，我们都要做好一个预防，就是减少肾气的衰退，同时做好一些适当的锻炼，还可以有助于增加我们的肾气，让我们的身体维持在一个比较强健的状态。好，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一个男性的荷尔蒙帮助我们促进我们的睾酮分泌。这个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快速的去运动我们的大腿。我给大家来做一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好，那么首先呢，咱们要把腿分开这个腿分开的距离要比我们的肩膀稍微宽一些。脚尖呢要去朝着正前方。好，这个时候咱们要去做一个类似于这个深蹲1/3的动作就是蹲一半起来，蹲一半起来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就是说我们在蹲起的时候千万不要慢慢的蹲，慢慢的起我们要做的是促进睾酮分泌以及促进咱们男性荷尔蒙。那要做到什么呢？就是慢蹲快起具体给大家示范一下蹲，大概腿蹲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可以了蹲到一半，好，快速的站起，好，再来蹲，快速站起，好，再来起起起，大家能不能看到？就是起来的速度会非常的快，然后蹲下去的速度会相对而言慢一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肌肉在受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快速收缩的时候，它就可以刺激到咱们的睾酮分泌，以及刺激到咱们的一个荷尔蒙分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到，就是说，慢慢的蹲下，让肌肉充分的刺激，然后呢，再快速的站起。这样的话，肌肉受到的刺激它越大，那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它这个激素的水平就越好。那么同时，为什么咱们不做全部蹲呢？就是全部蹲下去，像深蹲一样的呢？因为很多朋友他这个到了40岁以后他的膝盖属于一个衰退的水平，所以说咱们去做的时候就要去做一个半蹲。半蹲的时候去做这个动作，可以有效的保护膝盖稳定我们的膝关节，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希望大家每天能坚持去做一个60个到80个，如果做不到也没有关系，循序渐进，我们从30个起步开始做，大腿发酸就可以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男同志关心自己的睾酮激素分泌够不够。那咱们今天做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睾酮素。其实睾酮素呢，也就要被称之为雄性激素就是说它这个激素分泌是我们男性分泌的更多，女性也有，但分泌的比较少。所以呢，它能建立起我们男性的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的力气比女同志要大，我们的嗓音比女同志要粗我们的身体的块头也明显包括身高也比女同志要稍微粗犷一些，这些都是我们雄性激素建立起的一些特征。那么我们再讲一下，一般来说，我们从小朋友的时候开始这个随着年纪的越大我们的发育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激素水平也会持续的上升它持续的走一个上坡路。大家看，到达了我们的一个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会到达一个爆发式的一个增长，然后在某一个阶段达到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所以大家会注意到，一般来说，当我们身体里面激素进行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或者呢爆发式的跌落的时候，人体都会发生一些变化。打个最简单的比方，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小孩对吧，15、16岁了以后开始变嗓音的时候他就脸上就开始冒青春痘痘痘一颗接一颗往外冒。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体里面的激素水平达到一个状态，而且同时孩子还容易拥有这个叛逆期，它和我们的激素水平分泌它是有一定关系的。那我们再看很多，我们都知道就是女性有更年期，其实男性也有。当我们达到一个，比如说在一个睾酮素快速下滑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的睾酮素
分泌不足的时候，那我们会陷入一个焦虑、难受啊，这个思想容易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而且动不动喜欢发火，甚至睡眠上面也会有影响。这也是和我们的睾酮激素分泌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很多朋友啊，细心就发现了，我们在持续下滑的时候，这个阶段一般来说啊，就是在一个30岁左右。它会进入一个自然啊，我们睾酮激素会下滑，每年呢会下滑1%到2%左右啊。那么在一个平和期呢，就是说我们的睾酮激素啊，它既没有一个增长，也没有一个下滑，那大约它这个年纪啊，就在一个17、18岁到一个30岁左右这个区间，每个人不同啊。所以呢，我们大致就分为啊，你看增长期啊，然后这个平和期，然后还有一个下滑期。所以呢，我们今天重要的讲的是一个下滑的阶段啊。这个图呢，就是充分的给大家了解了，当我们进入到30岁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注重啊我们自身的一个激素分泌了。那很多朋友会去问啊，就是说我怎么去察觉我自己的睾酮素足不足呢？其实我们先讲一下，当你感觉啊你的雄性激素啊你的睾酮素下降了以后，你就会明显的感觉自己啊精力不够用了，明显的这个力气啊下降了，身体的肌肉程度啊变得非常的薄。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很饱满，但是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不但这个腰背驼了，肌肉还变小了，而且啊脂肪是比原来啊一层又一层的堆多啊。所以这个有这些迹象啊，特别是情绪上出现了一些啊不好的啊，这个很容易发火的，都可能和睾酮素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睾酮素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呢？这里啊就推荐给大家啊，经常的去做运动。运动是非常有效的，可以去干预我们啊睾酮素啊衰落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对抗的方法。为什么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可能大家很多人啊经常在公园里面走路啊，就会看到一些大爷，他们的年纪呢可能50岁，可能60岁，但是啊盖不住身上还是有结实饱满的肌肉。如果不看脸的话，单纯看肌肉，把脸给挡住，对吧？你会发现他的身体的肌肉水平啊，大概可能只有一个25岁到30岁左右，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呢？身体能那么饱满呢？就是因为他们常年的运动，把睾酮素一直拉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再看，如果说你25岁左右就开始天天久坐啊，天天反正也熬夜或者也干嘛的，那你这个时候你的身体的下滑速度会非常的快啊。所以呢，这里呢就推荐大家每天不管怎么样都要去做一些运动，特别是对于中老年人，咱们建议的运动呢，就是去多做一做腿部的运动，比方说您爬山啊。爬山它是一个腿部的运动啊，不仅仅啊能让我们的心肺能力变好，同时呢，在腿部大量的这持续性的运动下，它对于我们睾酮激素的分泌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深蹲。深蹲呢，咱们视频里面之前讲过，它也是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素。第三个啊，就是这个腿部进行一个上下的跳跃啊，比如蹲下来往上跳，蹲下来往上跳。当然，这需要一定的运动基础。如果没有运动基础，我建议的就是一个爬山，一个跑步，或者没事你就爬楼啊，这里呢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睾酮激素的。其实运动的种类非常多，但是关键啊，您得找到一个适合你年龄这样的一个运动。50岁以上的人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主要是集中在腿部啊。那么如果说您是在一个35岁到40岁啊，或者45岁左右这个年纪呢，那你就可以适当的去从事一些对抗性的运动、剧烈性的运动，这种问题呢都不大。好了，那么大家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年龄去选择一些运动，每天保证住20分钟。这样的话呢，不仅对于我们的心肺对于我们的体质能带来帮助，对于我们的睾酮素分泌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除了运动以外呢，其实我们的睡眠也非常重要。睡眠是帮助我们恢复我们的精力修复我们的身体。睡眠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吃的话，现在家家都不差，我们不放作重点就是说吃、练、睡这3个，只要掌握好了以后经常的去运动，经常活动，那么你的睾酮素水平自然会慢慢的回到一个正轨上面而且对于年轻的人，如果说有一些因为没有运动，他睾酮素下来了，但是通过一些运动以后，他又能快速的回去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神奇之处。好了，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男人必须要练的一种动作。很多人据说男人不是应该去练深蹲吗？其实不是这样的。深蹲它主要是练你的大腿，它其中某一些环节可以刺激你的睾酮分泌。
但是我们这个动作，它的每一个设计、每一个细节，都是为了男人而存在的。所以这个动作可以更好的帮助你刺激睾酮分泌，也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前列腺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动作就是为男人而存在的。那么我们来讲一下站姿夹腿这个动作。首先，我们的双脚距离要和我们的肩差不多宽，然后其次呢，我们这个腿要微微的弯曲一点点。好，保持住这个距离以后，开始跟我做这个动作，整体都是一个静态发力。怎么去做呢？站直了以后，抬头挺胸收腹，同时把脚往内去挤，但是我们记住，我们的双脚是不离开地面的，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双腿往内用力，你会感觉你大腿内部的肌肉在开始夹，但是这个夹完全不够。夹完以后，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盆底肌也一起收紧，就是大腿夹，盆底肌收紧，同时我们的小腹要进行一个收紧。收紧完以后，我们开始吐气。好，来做一遍夹大腿，收盆底肌，收小腹，吐气。继续夹大腿，收小腹，收盆底肌吐气。好，这么去做非常的累。一般来讲，5到10下以后，你会感觉微微的出汗，甚至有的人开始暴汗这都是很正常的感觉。你看我就开始有一点点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很好的去刺激我们的新陈代谢，同时做的时候会很好的刺激咱们的一个海绵体以及我们的前列腺，而且在保持夹和收腹的时候，也能更好的让我们整个人腰马合一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所以话不多说，大家跟着我去做，自己去体会。我是 David， 这个好的动作分享给你，一定要坚持做下来。你做个3到5天，你可能就会发现身体上带来的改变。那么大家点赞、评论、加关注。好的，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比传统深蹲更好的动作，叫做通背深蹲。可以说这个通背深蹲它非常的全面，也非常的好。传统深蹲有的优点它都有，那么传统深蹲没有的优点呢，它也有。打个比方来说传统深蹲我们都知道练习我们的大腿，练习我们的臀部，可以强我们的腿部力量增强我们的一个肾气，促进我们男同志的一个睾酮分泌。那这些我们通背深蹲都有。那么通背深蹲有的呢，传统深蹲没有比如说我们通背深蹲还可以强化我们整个背部，提升我们整个背部的力量去让我们的整个脊柱关节打开，变得笔直。这些呢深蹲就达不到，而我们的通背深蹲就非常的全面全都能做到。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保证你会喜欢。这个动作也非常的简单，咱们的上身采用3点式的固定。什么叫做3点式的固定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的一只手大家看看摸着我们对侧的肩膀，另一只手呢也搭在对侧的肩膀。你看，你把这个动作只要一旦的摆起来了以后我们注意只要把这个动作摆起来了你的整个后背就完全的被固定住了，而且是强迫性的让你的整个脊柱变得笔直不信大家来跟我做一下我们手一摆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这个头你看不是手摆好了以后，它会把我们的头往前这样去压，对吧？所以我们头要做一个什么呢？要做一个主动的头往后往上去仰这样一个动作，形成一个力量的对抗。你看这样是不是强化到我们的颈椎？所以呢，它叫3点式固定。你看2个手固定在我们的肩膀上面，头和我们的交叉点进行一个固定形成一个什么呢？侧面来看形成一个我们的整个胸腔背全部打开这是我们上半身的一个姿势。好，我们再看下半身的姿势有别于我们传统深蹲传统深蹲呢一般是什么呢？这个脚尖朝前这个开的一个距离也是不是很宽的我们这个呢是什么呢？属于一个这个腿看往外打开，脚尖向两侧蹲起蹲起。这样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的一个腹部，让我们的腹部内收。同时在蹲起的时候呢，你看膝盖的一个角度非常的好，对于我们的膝盖的一个压力来说会减少不少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3点式固定上身，头往上看，往前看要感觉颈椎时刻在用力腰背胸颈这个全部打开这个背感觉
这个肌肉绷得紧紧的，动作保持好，腿往下，好，就这样。你会发现越往下蹲啊，我们的背部受的力量就越强。来，2，来，3，好，4、5、6，好。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做完你就会发现啊，慢慢的整个脊柱啊就有一种完全被打开的感觉。然后做完以后，你去活动一下肩颈后背，非常的舒服。同时腿部你也锻炼到了，所以这个动作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全面的锻炼我们全身的一个动作。可以说深蹲有的它都有，深蹲没有的它也有。大家不妨每天练起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就是一组20个，一天做上3到4组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大家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腿部实在是太重要了。有一句古话是这么形容的，叫做树老根先枯，人老腿先衰。这个腿部占有全身肌肉总量的60%的肌肉占比，腿部非常重要。如果你开始感觉到这个腿部变沉了、变重了，走路如同灌铅，这就说明呢，你这60%的肌肉开始怎么样？慢慢的变小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介入锻炼，把这个肌肉重新的变强。那么怎么去锻炼我们的腿部呢？当之无愧的就是一个动作，叫做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它并不是说你人人都能练的，因为你要去掌握正确的深蹲姿势，咱们才能正确的去做深蹲，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膝部、我们的腰部在一个很好的受力范围之内。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讲一个深蹲的最基本的，就是如何正确的掌握好深蹲的节奏。你只要掌握好深蹲的节奏，每天去练习一个20下到50下这个区间，根据自己的能力状态而定，坚持7天到10天左右，慢慢的腿上的肌肉就会越来越结实。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感觉好的，记得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大家看，我在这里呢，先拿了一张小板凳作为演示。为什么要拿小板凳呢？我们刚开始练习深蹲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上来就蹲。这时候你蹲的时候，你很容易犯一种错误，是什么？很常见。你这么一蹲，你会发现我们正常蹲是垂直向下蹲，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膝部是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脚尖。在这个姿势之下，我这么蹲一会儿，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的膝部压力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尽量保证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膝部不要太超过脚尖，或者呢，你和脚尖保持一条平行，像这样的。就是比较好的，在这个范围之下，你的膝部是一个正常的受力状态。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最好是拿一个板凳开始练习。你看，假设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道具拿这个也是，这是一个板凳的平面。我们做的时候就这样看，慢慢的先把这个身体往后坐，就想象我们坐着板凳上面一样，就这么去坐好。你看这么坐好，就坐在这个板凳上面。想象一下，虚着坐腿上保持一点发力，然后慢慢的想起来。这么起来，好，就是起来了。这其实就是一个深蹲的发力姿势。然后慢慢的，我们手往前伸，慢慢的去练习怎么样？臀部碰着板凳，然后呢不要碰实了，慢慢的起来。起来的时候腹部收紧，你看，来1，好，收紧，2，好，3，不同角度给大家看一下就把这个板凳撤走，看一下不同角度碰，看一下。假设后面有个板凳，就这么去碰一下就起来。碰一下就起来，慢慢的，不要快，慢慢的。当你能感觉到我碰一下，虚着碰一下，然后再起来，这个节奏比较好。练习个10下、15下以后，我的膝盖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好，慢慢就可以把板凳撤走，就像我一样，板凳撤走，我们直接开始练。做的时候，双脚脚尖朝正前方，然后呢，我们的膝部和脚尖是同一条直线，你千万不能出现什么，看好一个错误很常见的，脚尖朝外，膝盖朝内。这个做的很夸张，但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或者呢，这个膝盖朝内膝盖和脚尖不在一个方向这就不行。膝盖脚尖在同一水平面上面，然后慢慢的，你看，蹲下去以后，大腿和地面平行即可，站起来，不用完全蹲到底不用完全就这么蹲，这就不行了蹲到你看和地面平行起来，腰部这里不要弓着，很多朋友做的时候这个腰部就弓着了不要弓。腰腹部收紧，收紧了以后来蹲，起，收紧，蹲，起，收紧就这样去慢慢的练，
把这些基础的去练好了以后，这时候你就已经掌握到深蹲了。然后深蹲这个动作呢，我们刚开始新手练习的时候还可以扶着墙，手扶着墙去慢慢的练。你也可以把你的脚慢慢的怎么样靠近墙面一些，这样的话，你只要膝盖一往前顶，就顶着墙了。假设这个是墙面，我这么一做，膝盖顶着墙，那就知道是不对的，对不对？所以手扶着墙，慢慢的去练习这个姿势，这样就能把深蹲给它学会。那么当你学会深蹲、掌握深蹲以后，我们正常是20下到3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3到4组的锻炼。这样的话，你的腿部的肌肉就能得到强化，同时我们的腰和腹也能得到锻炼。深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但是在做动作的前提下，一定要把动作做规范。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一个深蹲的新手教学。希望大家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同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个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每天跟着看，跟着练，把细节掌握好了，自己才能怎么样保护好自己。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